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风波不断发酵，背后内幕惊人曝光，王一博、杨幂也躺枪。一个深得人心的流量明星，竟然也会在娱乐圈这场华丽的游戏里被逼到无法喘息的境地。赵露思，这个曾经为大家带来无数甜宠剧的小可爱，如今却陷入了纷繁复杂的舆论漩涡。是的，刚刚爆出她和经纪公司银河酷娱传媒的决裂，这事儿可不是简单的我跟公司闹别扭那么简单，这背后藏着太多的角力和辛酸。作为一个从起步到巅峰只用了几年时间的演员，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惊心动魄。咱先从最劲爆的开始，变脸事件。你以为明星就该一成不变地维持原样？赵露思可不这么认为。她从曾经的甜美清纯女神转变为更加成熟、独立的形象，结果就有人不满了。你猜怎么着？整容谣言铺天盖地，明明只是化了个妆，硬是被人说成变脸了。你说她冤不冤？她又不是生来就带着滤镜的，而且她还公开回击了这些恶意的猜测。我没整容，只是试了试不同的妆容和发型。好家伙，原来真相就这么简单。可远远不止于此，风波逐渐升级，赵露思的健康成了下一波关注的焦点。她原本想着安静休养，结果大家都开始为她着急，疑似抑郁症的传闻满天飞。然后他揭开了这一切的真正原因，直言自己生病的过程中公司没有提供应有的帮助，甚至还请了个大师来驱魔。天哪，你说这怎么可能不引发公众愤怒？粉丝们纷纷站出来声援，他的所有过往似乎都被这一层假象所污染了。再看看那些背后功臣，王一博和杨幂，这两位大咖也在这场风波里被顺带提起。你以为明星们每天光鲜亮丽，背后有多少人捧着他们做慈善？不，背后的恶搞才是常态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赵露思的名气某种程度上和她所签的这家公司息息相关，甚至她的收入也占了公司的一大部分。但你敢信吗？她那点辛苦赚来的钱，最后竟然全都被抽去抵公司运营成本。回到王一博，他从小就是个高强度的练习生，咬筷子练台词，差点活活把自己练成了个机器人，也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完美。有人说他是顶流，却没有想到他是公司收入的半壁江山。大伙都知道，王一博的每一份努力和每一分工资几乎都被公司深深捏在手里。你觉得他自由吗？你觉得他能够在那点光环下随心所欲地活出自我吗？并没有。再看杨幂，真心佩服她的逆袭精神。谁能想到，当年她在公司的待遇也是低到不行。说白了，娱乐圈的潜规则就是这么的赤裸裸。当初她为了站稳脚跟，吃过不少闭门羹，甚至有传闻称她曾被公司雪藏，直到她从幕后走到前台，才开始真正享有话语权。这背后到底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大家恐怕都没法想象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得问问自己，娱乐圈光鲜的外表下，究竟隐藏了多少辛酸与付出？赵露思站在聚光灯下，打破了无数的整容和事业谣言，却依然无法逃避这一场充满血汗和眼泪的商业游戏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粉丝们才是他最大的支持者。可粉丝们的支援，终究抵不过那些看似无形却深深捆住他的链条。你说他能怎么办？挣扎着换形象，挤压着资，最后从甜美小可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他和王一博、杨幂这些大咖的命运，谁能说清楚？但咱就不说这么多了。打个比方，赵露思的经历，不就是那个极限运动的背后吗？当你以为她在享受人生巅峰的欢愉时，
结果却发现他在艰难的高空滑索上，身后永远有一只手紧紧跟随，有时是推力，有时是阻力。好了，来了，你认为娱乐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那些所谓的完美偶像背后是不是早已有了无数次摔倒的痕迹？再说个老故事，张艺兴跟韩国 SM 公司的合约纠纷也让人感慨。他当时想回国发展，公司却拿高额违约金和资源限制卡他脖子。后来他硬是靠自己努力建了工作室，才慢慢站稳脚跟。这不跟赵露思他们一个套路吗？资本就是个大坑，艺人跳进去，想爬出来的脱层皮。我觉得吧，这种事啥时候能有个头，真是个大问题。乐华娱乐的套路也不少，除了王一博这棵摇钱树，其他艺人咋就没啥资源呢？有粉丝爆料，公司有些偶像团体成员活动完就消失了，影视代言啥也没份，干等着公司安排。这不是明摆着偏心眼吗？顶流被榨干，普通艺人被晾着，资本这算盘打得太精了。我咋看咋觉得不公平，这圈子咋就这么现实？杨幂离开嘉行后，不光自己事业开花，还给圈内人指了条路。后有媒体报道，不少艺人在续约时开始争取资源和品牌保障，学着杨幂的路子，慢慢摆脱公司控制。这不就是活出自己的最好例子吗？我觉得杨幂这波操作简直是给年轻艺人打了个样，告诉他们别怕，实力在手，资本也得低头。最后说点硬核的，某娱乐行业报告显示，近80%艺人签的合约有天价违约金条款，平均合同年限超，解约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。像赵露思这种被压榨的，绝对不是个例。资本把艺人当血包，榨干了就换人，健康、梦想啥的根本不在考虑范围。我看了这些数据，真是心寒，这圈子咋就这么冷血？娱乐圈这潭浑水，艺人想活得有尊严，太难了。但赵露思的反击，杨幂的逆袭，不也告诉咱们，只要敢拼，总有出路吗？